我婆婆非常节省，别人用过的纸，她掐红去黄继续用。油烟机里的黑废油，她用来给我们炒菜吃。她说节省是美德，有福报的。我苦口婆心劝她，扔了她一切脏东西，保护了一家子健康。她却表面夸我，背地里用我儿子的辅食剪他的灰脚指甲。孩子肺感染去世，我悲痛欲绝，婆婆却指着我鼻子大骂我不祥，克了他们一家，连老公也指责我。最后他们用毛衣针贯穿我的喉管，活活捅死了我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发现婆婆捡脏纸那一天，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孕前囤的所有高品质卫生纸全部藏了起来，然后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福报是吧？好啊，这份抠门的节省带来的福报，你自己可得接好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亲眼看着老公用了婆婆特别处理过的卫生纸，末了，婆婆还特地凑上去问感觉怎么样。老公摸着屁股回味，挺好的，纸质很柔软。我扑哧笑出了声，纸质能不好吗？这都是婆婆花了1个多小时严选得出的，挑的全是那小包手帕纸。婆婆瞪我一眼，得意地笑了，沾沾自喜地扬起脸，当然了，这都是我薅羊毛得来的。老公估计是以为他去超市低价抢的，扬起大拇指夸赞，妈，你真是节约，会省钱。婆婆更高兴了，喜滋滋，下回多弄点。可是她还没高兴多久，当天晚上老公就发作了，他扣挠着窗口，尖叫，救命啊，我的屁股疼死了。他刚嚷嚷完，婆婆就冲出来了，二话没说，把老公内裤一扒，举止之间比我这个媳妇还要亲密无间。婆婆仔仔细细看着老公的菊花，大叫不好，仔细看那里泛红肿胀，疼得她直打滚。妈，我要去医院，快送我去医院。婆婆愣了一下，立刻拒绝道，不行，绝对不能去。她心慌着呢，生怕自己用脏纸的事暴露。我勾唇一笑，直接拨了120。婆婆一下急了，她把大腿一拍，大声抱怨，哎呀，别打别打，叫救护车200块一次呢，这又不是病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我摇摇头，妈，这是病，不能拖。老公不停地哀嚎，就快跪在地上求他妈了。然而上辈子老公在我的保护下压根没受过这个罪，他也更不知道他的痛苦都是他妈做的。老公一直说婆婆是个节省的人，可从我月子里婆婆住到我家后，我才发现她不是节省，而是不知好歹的抠门。她经常捡公共厕所垃圾桶的废纸，然后把红的黄的去掉，剩下的叠整齐伪装成好纸。我得知后，在家人用之前全部扔掉，还自费换上了最好最贵的纸。谁知婆婆到处宣扬我花钱买纸大手大脚，为了省我买纸的钱，她居然用油烟机里的废油炒菜给我们吃。我勃然大怒，用尽全力纠正她的想法和行为，保护了一家的生命安全。她表面装的理解，私下里却不服。为了省点指甲刀的钱，她偷偷用我儿子的辅食剪他的灰指甲，害得我儿子不到1岁就肺部感染死了。我质问他，他装可怜，你这么能这么说我，真是白眼狼。我只是为了这个家，节省是美德，
有福报的。不仅如此，还骂我不想克他们一家。我还没来得及反驳，被老公狠狠打了一巴掌。他说是我没照顾好孩子，不配做母亲。为了惩罚我，他们把我绑起来，眼睁睁任由他妈用毛线针捅死了我。我的付出和保护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提。这次我不会再管了。救护车上，婆婆一路都在劝我们回去，一趟200，可把她心疼死了，抓心挠肝的，又装头晕又装吐。可是一车人，愣是没一个人踩她。到医院一检查，医生说肛门尿路双感染。老公吓得脸都白了，哆哆嗦嗦的辩解，我什么都没吃啊，和吃什么没关系，应该是用了不卫生的纸巾。婆婆一把攥住了桌角，或者是马桶坐久了。婆婆松了口气，轻松许多，问严重吗？不严重，但是拖久了可能会肠腔感染。婆婆直接忽略了后半句话，急急道，不严重咱们就回去吧，治病要好多钱呢，不节省。我赶紧问医生，那怎么办？医生收起病历，道，要先肛门指检。我望过去，婆婆站在一边，只见她吓耷的右眼皮不停地跳动着，要是查出来，她可就完蛋了。她嘴角狠狠一抽，发挥不要脸精神，指着医生就开骂，不能查，你们医生就是黑心，想从小老百姓手里圈钱，来了就让检查，一个检查不知道要多少钱。我儿子的肛门好得很，他指着我鼻子，还有你，非要看病，是巴不得我儿子生病是吧？他声音太大，门口等诊的所有人目光都被吸引过来，带着八卦探究的光。医生被他一骂，脸色难看。检查是必须流程，到底查不查？老公犹豫了，他这个人就是他妈的附庸，从前他妈说没事，他就相信，可这次是专业的医生，他看过来问我，刘敏，你说呢？上辈子我无数次阻止这种事情发生，结果呢？现在我不想管了。我立刻无脑支持婆婆坑人的行为，妈说的对。老公还在迟疑，我生怕他太惜命，朝他招了招手。他听完，立刻坚决拒绝，还指着医生鼻子大声骂他变态。我靠，怪不得非要我指检，原来你是变态男同性恋。老公捂着屁股骂，就是看上我屁股了。婆婆得了灵感，持续输出，对啊，死同性恋，真贱，别带坏我儿子了。医生哪受过这种屈辱？他红着脸，但教养让他说不出难听的话。他咕哝半晌，气得发抖，转过头对我说，你都和他说了什么？我不语，不过是说了句，只有男童才捅屁眼呢。谁知道他居然大声嚷嚷，这蠢货，他就是死了，都要保卫他的清白。我们走的时候，后边群众议论纷纷，非常难听，没见过这样的人。那个婆婆，真是为了点钱就这样，真是没文化，真可怕。这家人怕不是都有病，婆婆也不是善茬，边走边骂，站了一路，竟然不落下风。好不容易回家了，刚躺下没多久，老公哎呦呦的声音一直没断过，他自己不舒服，就哼哼唧唧不让你睡，他也不叫你，就吵你。这种人最自私，最讨厌。一旁摇床里的儿子被他吵醒，这下我彻底睡不了了。他就睁着眼，一脸挑衅窃喜地看着我，老公病了你居然睡得着，现在孩子醒了，我看你还能睡吗？还不起来服侍我？可现在我刚出月子没多久，我早就看透他了，他不值得托付终身。是你妈说你没病的，叫你妈服侍吧。我抱起儿子去了另一个房间，孩子都被你吵醒了，今晚我们分房睡。他暴怒叫我，
不料我压根不理他，他想抓我，没想到屁股太疼，起不来，只能无能狂怒。我刚走，就听到婆婆的声音，就关心她自己的儿子。儿子你看，还是妈对你好吧？老公感动道，还是母对儿好。我笑了，母对儿好，给儿用脏纸，不给儿治病。两个抽象人。晚上，我听见轰隆隆的机器声，出来一看，婆婆正大夜里拿破壁机打红辣椒。她看到我，翻了个白眼，背过身挡着，不和我说话。我也不问，反正不是什么好事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主卧传来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声。妈呀，你确定辣椒面膜有用吗？我疼死了，救命！啊，绝了！为了省治病钱，用土方法磨辣椒治，声音持续了10几分钟左右，突然就没声音了。婆婆惊恐的叫声响起来，儿子别吓我。儿子，估计是辣晕过去了。我没管，让他们自己搞吧。傍晚，老公悠悠醒来，却说什么都不愿意去医院。不行，我屁股抹辣椒都溃烂了，去医院肯定被人笑，丢死脸了。妈，都怪你。婆婆委屈地说，不是她的错，妈是为了你好，从前在农村都管用，是你们年轻人身体不好。这一说差点把老公气死。为了弥补，婆婆给我们做大餐吃。我盯着那一桌散发着香味的饭，抱着孩子回了娘家。因为只有我知道，那油是油烟机里的废油，会致癌的。过了几天，我把孩子放在娘家，自己回来了。一进门，小姑子来了，她正吃饭，看见我就尖酸刻薄地骂，都说媳妇要服侍婆婆老公，你看你自己，连饭都要妈烧。现在我哥病了，自己也不找个工作，尽知道当寄生虫。婆婆装模作样端着一碟鸡翅凑过来，抿抿吃饭末。妈做了鸡翅，那碟鸡翅油底浮着黑色沉淀物。我推开鸡翅，然后坐下。我已经找工作了，晚饭都吃过了。小姑子表情一下变了，你找工作了？谁让你找的？小姑子结婚后一直当家庭主妇，看别人脸色过日子，知道我工作，说不定多嫉妒呢。我笑眯眯道，你啊，你刚刚不是让我找工作吗？她说不出话，把筷子一摔，我不吃了。妈，你这饭烧的什么怪味？婆婆目光闪躲，什么怪味？地沟油味喽。老公屁股烂着，索性把工作辞了。婆婆在家专门照顾她。又过了好几天，婆婆在浴室洗澡，突然里面什么东西掀翻落地，随后婆婆在里面疼得不停大叫，怎么了？她慌乱道，没事，没事。我若有所思看向阳台晒住的卫生巾，这也是她捡的，洗干净要给我用，我没用，我让她扔了，谁知道她没扔，好像还少了2张。她垮着大腿，一瘸一拐地走出来，看我不舒服，还不来扶我一下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心思对我。我挑眉问她，不舒服，要不要看看医生？她立刻摆手，不用了，我就是刚刚跌了一下。她不说，我也不问，我也知道她为什么不愿意，不过反正和我没关系。小姑子经常来，我不在她就待到我下班，然后她边吃饭边指着我，你看你。我真不好意思说，那你闭嘴。她倒吸一口气，我不说行吗？我妈脾气好，我要是再不说，你都能上天去了。我不懂这小姑子为什么事事和我作对。上辈子我发现婆婆给他们吃废油，我立刻阻止了，还自费买了高档橄榄油赔礼道歉，她也因此逃过一劫。她却倒打一耙，说我妨碍他们母女相亲，废油有妈妈的味道。
最后甚至到处说我是坏媳妇，害死自己儿子。我自认做得够好了，耐不住他就是个白眼狼。我望着他尖酸恶毒的嘴脸，一口一口往嘴里塞饭菜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爱吃废油就多吃点吧。婆婆，哎呀，明明你和丫头计较这么多干嘛？她还是小孩呢。小孩？快30还生了娃的小孩吗？我笑了，回了卧室。外面传来小姑子的叫声，妈，你太好欺负了。婆婆装慈善不计较，却突然痛叫了一声。小姑子说，妈，你老是疼，要不我送你去医院？婆婆忙说太花钱了。不要，抠门到这种地步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。可她很快就知道抠门的后果。那天，小姑子单方面讥讽我，婆婆看热闹不嫌事大，还道谁给她润口。不过她这一路走得小心翼翼，哆哆嗦嗦的。她刚准备坐，我冷不丁大叫啊！她吓得一屁股拍在椅子上，只听噗呲一声，裆里炸了。婆婆随之发出了凄厉的尖锐报鸣。她抖如筛子，往下看了一眼，裤裆全湿了。她白眼一翻，居然吓晕了过去。妈，妈你醒了，你把我吓死了。小姑子看见婆婆醒过来，立刻扑上去，哭的那叫一个可怜。婆婆摸了摸她的脑袋，察觉到了自己晃晃悠悠的，好像在动。这是哪儿啊？我坐在副座，阴森森笑着说，妈，你屁股炸了，我们带你去看医生。车里黑，她被我吓了好大一跳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扶着屁股剧烈反抗，要开门跳车。不行，不行，我不去，我不去医院，这多丑啊！而且私房地方，这怎能给别人看？我不去，死了都不去。小姑子听了气死了，转过头就骂我，你说话不知道委婉一点啊。我妈刚醒，你不能说去别的地方骗骗她吗？小姑子想当孝心女儿，我微微一笑，不和她计较。等下有她翻脸的时候，上一个医院不愉快，换了一个医院看，医生盯着婆婆的老脸，表情怪异。老太太一把年纪了，玩得还挺花。这是艾滋病，做的时候太用劲，疱疹炸了。婆婆问什么是艾滋病，婆婆还不懂什么意思。孝心的小姑子先吓得一蹦3尺远。我贴心解答，就是治不好的性病。婆婆一愣，然后脸瞬间长红，两眼一抹就是大叫哭闹，哎呦，我的清白哟！你这个医生怎么害人清白？庸医，庸医！指着医生骂完，他立刻下意识去找女儿求救，可女儿早就躲到门口了。小姑子吓得脸色都白了，说话都带着抖。医生，我刚刚和他离那么近，不会感染吧？婆婆气得不行，还就偏往他那边走。你个没良心的，连妈都怕。妈绝对没病。他跑他追，他插翅难飞。小姑子吓死了，妈，妈妈妈妈妈妈，你别靠过来了，医生不会骗人的。妈，你有艾滋病不早说，我家里还有小孩呢，你真是害人精。医生早就看管了世态炎凉，开了一串单子递给小姑子，她却说什么都不接。医生无语，正常接触不传染的，只通过性、血液和母婴传播，带回去好好治疗吧。我不接，让他。小姑子猛然指向我，她是他媳妇，是自家人，我是嫁出去的女儿，不是他家人了。小姑子的确是被吓到了，说话颠三倒四，张口就来。婆婆咬着牙，一双脚不停跺地，白眼狼，真是白眼狼，我白养你了。他们娘俩闹的时候，我接过病历，看来婆婆莫脏卫生巾扔了，反而自己用了，即使她早就用不上了，可她这种抠门铁公鸡，抱着不用就亏了的心理，还是垫上了。
公共厕所的废卫生巾，当然什么病毒都可能有了。我看着婆婆一屁股坐在地下，哭得声嘶力竭，狼狈不堪的样子。谁让她不占便宜浑身难受，这都是她应得的。小姑子死活不愿意和婆婆一辆车，她一个人打车先回家了。一回到家，老公扶着她的烂屁股，表情可不。妈，你对得起爸吗？他才走2年，你都玩出艾滋病来了。老公劈头盖脸一顿骂完，婆婆梗着脖子，我没有，我没病。老公咬牙，恨得下巴直抖。他疯狂骂，你天天出去跳广场舞是干什么去了？我说为什么一去2-3个小时，一大把年纪了还不知道丑，天天在外现眼。要是被人知道我有个当老鸡的妈，我都要丢死人了。小姑子迅速加入讨伐，妈，你说说你，我可再也不敢靠近你了。我家里还有老公孩子呢。一双儿女在我面前几乎把婆婆的老脸都扒下来了。婆婆看看他们又看看我，张嘴就嚎啕大哭起来，我没有，我就是没有。你们2个在外人面前把我说成什么东西了？兄妹俩一下子反应过来，3个人眼神像刀子一样甩了过来。我，外人，哈哈，原来在他们眼里我一直都是外人。骗我结婚的时候，老公恨不得趴下给我当马骑。我带着20万嫁过来的时候，婆婆拉着我的手和我说以后我是她亲女儿。真是人心隔肚皮，一家伥鬼，等着吧，你们一家子的报应还没完呢。我冷笑，你说到底是怎么搞的？艾滋病一个人可弄不来。老公和小姑子一起盯着她，婆婆支支吾吾，老公气得一下摔碎了玻璃杯，说，你是不是对不起我爸了？要是不说，你看我不打死你。婆婆听到要打她，不可置信叫唤道，我是你妈？什么妈？在爸面前，妈算个屁。婆婆知道瞒不过去了，哭得鼻涕眼泪一起流。我就是在公共厕所里捡了别人用过的卫生巾垫，可是我明明都洗干净了。老公两眼一抹黑，莫长住脑袋，往后一倒。他匪夷所思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。小姑子惊道，你疯了？公共厕所什么人都有，用过的卫生巾什么病菌都有，而且你都绝经了还用什么？我给你嫂子用，她不用。我扔了心疼，我想着晚上我起夜勤，累得慌，用卫生巾可以直接尿。没想到这炸裂言论一出，小姑子不教育她，却立刻转过头来指责我。她指着我质问，你为什么不用？我被雷到了。见我不说话，小姑更加气焰逼人，我妈特地给你捡的，你为什么不用？你要是用了，我妈就不会得这种脏病。这发言太逆天了，就像个神经病说出来的话。而且你不用，为什么不让我妈扔了？你自己不想得病，让我妈得病。你问问你妈，我有没有让她扔？况且我为什么要用？你妈得病管我什么事？婆婆嘟嘟囔囔才挤出3个蚊子大小的声音，让扔了。说完，她立刻抬起头来，指着我，头一皱，理直气壮质问道，那你为什么不拦着我？明明你骂我打我，把东西直接扔掉我就安全了，你能做的为什么不做？你还是想要害我？他说的我上辈子全做了，还不是被人狗咬吕洞宾，最后死无葬身之地，还是这一世来的痛快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反正我事不关己，刚要朝他，老公缓过气来，悠悠抬起来脑袋。刚刚的对话足够他想清楚这么久他屁股遭难的原因了。他声音里带着彻骨的冰冷，那我的屁股也是因为你吗？妈，婆婆刚壮起气势准备和我吵架，听到儿子阴森森的声音，她像是被水浇了一样。儿子，妈，
你不说我也知道，那些纸也都是你从公共厕所捡的。婆婆猛然趴到儿子脚边，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我的儿子啊，我已经把纸上脏的地方一张一张撕了，压根就没有问题啊。老公听完呕了，我的屁股烂了快3个月了，你劝我别去医院，就是怕被拆穿，而且你还一直用辣椒给我抹，你是不是看不惯我，想要弄死我？婆婆被她吓得一抖，边哭边诉，儿子，妈只是心疼你，这都不怪妈的，节省是美德，有福报的。什么福报？你知不知道我屁股现在已经没有知觉了？不怪你怪谁？婆婆眼球转了转，一副狡猾相，最后她指着我，就是她，怪她，她是媳妇，她没及时发现阻止我，还把家里的纸都收起来了。我立刻道，我哪知道，你带着那么多纸回来，都叠得好好的，你自己说先用这个我才收其他纸的，我不会给她一点借口理由诬陷我的。婆婆还要再吵嘴，老公一脚把她踹开，小妹，过来扶哥去医院，哥这屁股怕是被这个抠门的妈全害废了。婆婆倒吸一口凉气，哭得更惨了。到了医院，医生扒开老公屁股一看，直接熏飞了。她赶紧开了2副药，嘱咐内外同用，等屁股消炎再说。婆婆就一直在老公床边道歉，我就劝老公原谅她。想想婆婆对他们的付出和爱，老公惊讶我竟然不怪婆婆。我怪啊，我都恨死她了。不过这魔一直闹着不说话可不行啊，都耽误接下来的福报了。就这魔劝了好几天，终于有一天，我上班走的时候，她哭哭啼啼道歉。下班过来，2个人已经好了，婆婆还做了一桌子菜给老公吃。看样子，老公还是原谅了她妈妈。婆婆看见我，就像是年轻了30岁，眼角眉梢都透露着炫耀。看吧，骨肉血脉，就是这么亲密。我点点头，原谅了就好。为了讨好老公，婆婆天天做大餐给老公吃，我则主动负担起买菜花销，不管多少钱婆婆要我就给。确认艾滋不容易传染后，小姑也来了，经常陪她哥吃饭。小姑不允许我吃她妈的饭，我每回就在公司吃完回去。有一天，婆婆做了红烧排骨，小姑子正大快朵颐呢，突然她顿住了。婆婆奇怪地看着她，怎么了？小姑子捂着胸口猛烈咳嗽，然后很快就开始往外呕吐，还带着血丝，吐着吐着又开始大口大口吐血。婆婆吓坏了，一屁股跌在地上，几乎昏过去。不过她还没昏，小姑子先她一步昏了。婆婆尖利的叫声穿透了住院部，医生，救命啊！我陪着小姑子看诊，结果出来的时候，小姑坐在椅子上才醒。医生抖了抖诊断书，魏男儿委婉地看着小姑，然后吐出4个字：癌症中期。癌症！小姑崩溃大叫，刚清醒过来的身体一下子又软了，她有气无力，哭都哭不出来。我身体一直好得很啊。医生说，之前一直都是初期，看样子是突然诱因加重了，病情也严重了，是不是最近吃了用了什么致癌物？小姑子一脸迷茫，看你这个病，大多数是吃地沟油导致的，估计是长期导致的，加上近期吃太多了，地沟油有害物质超标，还是入口物，很容易致癌的。我大声否定，不可能，我们家吃的饭都是婆婆亲手做的饭菜。话音刚落，小姑子沉默了。长期导致，近期诱因。我相信小姑子很聪明，能想明白，她所谓的节省，是以他们全家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的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小姑蹭地站起来，带着病历诊断书就冲到了老公病房。一进去，婆婆还趴在床上垂泪，
老公安慰不停。小姑子冲上去，揪起他妈的衣领子，把手上的病历狠狠甩在他妈脸上，顺手掀翻了一旁小餐桌上美味可口的4菜1汤。小妹，你干什么？老公正要训斥，小姑子眼里全是怨恨，她死死盯着婆婆，啐了她一脸唾沫。你这么多年，你到底给我们吃的都是什么油？婆婆眼神乱飘，声音巨大，什么油？花生油、玉米油，都是好油。好油？小姑冷笑一声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的好油让我得癌症了。老公立刻机灵起来，因为他们的爸，也就是我公公，就是癌症死的。你是不是给我们吃地沟油？怪不得你能省那么多钱，从小到大，你都给我们吃地沟油。她疯狂大叫，揪住婆婆的头发就扯，婆婆疼得直叫唤。我没有，我哪会给你们吃地沟油？那都是油烟机里积的油，扔了浪费。可油烟机里的油更脏。婆婆丝毫没有意识到她错了，还在不停地为自己辩驳。婆婆不停地哭，她为自己一辈子省吃俭用哭，为自己不被理解哭，为自己养了白眼狼孩子哭。她觉得她吃苦最多，世界上所有人都对不起她。老公一直默说话，突然开口了，爸就是和小妹一样的癌症走的，所以爸是被你害死的。现在你又想来害我们？婆婆瞪大了眼睛，小姑抡圆了胳膊，一辈子抽在婆婆脸上，把她抽飞了出去，磕在桌角，脑袋不停流血。我看了，觉得太舒心了，真是恶有恶报。外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大，婆婆心一横，把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委屈、心酸全部都抖了出来。可惜，没有一个人听她的，就连围观群众都在说她是扫把星害人精。婆婆终于崩溃了，她不管不顾对女儿大叫道：“你是得了癌症，我还是艾滋病呢，我都没哭，你哭什么？”老公觉得丢脸，捂住了脸。婆婆还在说，明明是你自己生出来身体不好，你哥怎么没事？我吃了一辈子，我这么没事。她这话说出来，老公才反应过来，他慌了，吓得说话都结结巴巴，恨不得飞去检查室，全项都查了，结果没事，连屁股都消炎消肿了。婆婆正洋洋得意呢，医生说出了坏消息，肠腔溃烂了，肛门不能用了，尿道也是，下半辈子得带尿袋生活了。老公劫后余生的笑僵住了。医生，我感觉我还好啊，不疼。医生不停地写病历资讯，一边回答，当然不疼了，都没知觉了吧？肛门肌肉全部坏死了，看样子这段时间是不是经常拉肚子？是吃得太油腻了，肠道有问题，那些鱼肉虾就不应该吃了，吃清淡点，说不定情况还好点。他写完最后一个字，把条子递给了老公，没有治愈的可能了，看你的窗口，还有过连续性刺激创伤，加剧了坏死，都3个多月才治，自己都不重视，医院会给你配尿袋，带着藏起来，和正常人生活没两样。医生一个字一个字都在冲击老公的认知和心情，他回想起过往点点滴滴，辣椒涂法，劝他别看病，做油腻大餐。他缓缓转过头，哭都哭不出来，面如死灰道：“妈，你一定很恨我们。”婆婆彻底疯了，自己艾滋，女儿癌症，儿子下半辈子都要挂着尿袋生活了。她站不住后退，直到靠在一堵墙上，不停摇头：“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要节省一点，我都是为了这个家，我一辈子都是为了这个家在付出啊。”我站在一边看着这场闹剧，只想笑。付出，这种情况的付出，只怕是谁都受不起的。果然，他儿子暴怒地打断了他的自我高潮：“闭嘴，闭嘴！
闭嘴！婆婆吓得不敢说话了。你省到最后害死了爸，还要害死我和小妹。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死啊？婆婆睁大眼睛，眼泪掉下来。我现在就去死！说着，她往窗户跑去。我一把抱住她，声音悲怆：婆婆你别死，别想不开啊！我搂住她腰，脸面对地板无声大笑。千万别想开了，提前解脱了呀，你的报应还没完呢。可是，即使都这样了，婆婆还依然我行我素。我不在家，她就把小便攒起来冲厕所，家里臭气熏天，弄得前后邻居都投诉不停。物业没办法，他们就总是堵在家门口，婆婆连门都不敢出。有一天，他们没去，婆婆的小姐妹趁机跑来找婆婆出门。我告诉你，这周边有个小医院倒了，好多东西都新的不得了，我们去检点。婆婆一合计，家里都生病，我挣钱又不给她，她得为了这个家做点什么。出去检点补贴家用，连去了好几天，捡了一堆废品回来，家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他儿子气得打他骂他，他居然认为自己能吃苦，要为了这个家忍耐，一家人都被你害惨了，你还去捡，是不是都死了才顺你心意啊？婆婆垂泪，嘴上还骂得难听，我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你们儿女都不懂父母心，父母会害你们吗？白眼狼，不孝子！他骂的时候，我刚回来，站在门边听，婆婆那个老姐妹也站在门口，还有你那个老婆，说好了娶回来服侍我的，好了，花钱大手大脚不说，现在家里难，她每天就挣那么一点点，还不愿意给我，嫌贫爱富，连孙子都不带回来给我看看。老公冷笑一声，怒道：带回来？带回来给你传染艾滋病吗？她话音刚落，婆婆的老姐妹一下冲进了房间，失控大叫：你有艾滋病！婆婆慌了，赶紧解释不会传染。她老姐妹可不听，毕竟于情于理，谁会和一个性病患者玩？你真是自私有病，都得了艾滋都瞒着，上午还用我水杯喝水，我要是被传染了，肯定不会放过你。说完，她怒气冲冲地走了，婆婆跟着追了出来，一看见我，讨好紧张的表情一瞬间就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婆婆样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我孙子你什么时候带回来？这几天都说多少次了，总要看我儿子干吗？过几天就带回来给您看看，我非要看看你打什么鬼主意。家里是毒哦，一个奶奶怎么会让孙子回来？直到我答应带儿子回来的前一天，我夜里上厕所，一出门就发现婆婆的房间门开了一条缝，还亮着。我偷偷走过去，看见她盘腿坐在床上，拿着一个小娃娃，一脸凶狠恶毒，不停地用针扎娃娃，嘴里还在不停碎碎念着：刘敏，我们一家都生病了，凭什么你和你儿子健健康康的，我和我儿子不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儿子好过，别高兴得太早，我非要害死他。他居然这么恨我们，即使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，可他还是嫉妒比他过得好的人，怨毒的诅咒，还想害我们。上辈子我和儿子就是被他害死的，这辈子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。我要自保，我要复仇，我要他的尖刀捅向他自己。第二天，他果然中午摸进了我房间里，那里面有我给孩子剪辅食的剪刀。我看着他坐在我床上，掏出了带着脚气病菌的脚，剪他的脚气灰指甲。剪完，他把剪刀放回了原地，装作不知道出门溜达去了。我用纸包住剪刀，走到厨房，扔进了洗菜盆。中午，婆婆做了一桌子好菜，她期盼已久，激动得发抖，我却没带孩子回来，她大发雷霆，
叫嚣着我是不是想要孩子不认她这个奶奶。我打哈哈说孩子不舒服，下回一定。婆婆气愤地坐下，狠狠夹了一筷子菜塞进嘴里，嘎吱嘎吱，怨恨的表情，嘴里嚼的不像是菜，而是我和孩子的肉。我永远都不敢相信人心有这么恶，所以上辈子她就是故意的。她恨我管她，所以害死了我的孩子，冤枉我后又捅死了我。太饿了。婆婆眼见计划不成，一边吃一边骂。老公也吃了2口就恶心的停了，说这菜怎么有脚臭味。婆婆骂她嘴刁，不吃就滚。老公和婆婆早就不对付，这么长时间都是凑合过的。她一说完，她立刻就走了。婆婆心里有怨，几乎一个人吃了大半桌菜。我看着她吃完的，晚上她就吐了，不仅上吐下泻，还发了高烧。按理说应该发红，脸色却白得吓人，毕竟是妈。老公立刻招呼我一起把婆婆送去就医。急诊后，医生说是肺部真菌感染，老人年纪大了，非常严重，必须立刻手术。老公一把抓住神色匆匆的医生，急问道：治好的几率有多大？医生拍拍他的手，宽慰道：几率很大，尽快手术，80%概率能好，只是出来之后还要住重症监护室。老年人身体太差了，你们家属赶紧准备钱和住院物品。说完，他去准备了，老公却沉默了。他提着身上的尿袋，转头看着我，神色晦暗不明。妈的病很容易被治好。我把他落下的手机递给他，然后微微一笑。那太好了，命最重要，钱都不是问题。对了，我妈打电话说孩子哭了，离不开我，我回去看一眼。我已经通知小妹过来了，今晚你们在这守着，明天换我。她摆了摆手，示意我快走吧。我丝毫没有犹豫就离开了。夜里，我和孩子睡下了，手机里却传来了说话的声音。妈，对不起，但是你真的是一个累赘。第二天再去的时候，老公告诉我，婆婆昨晚走了。她遗憾悲痛的简直站不住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小姑子也同样难过，根本说不清楚话，任谁看都是一双好儿女。我宽慰了2句，赶去上班了。路上，我听着手机里的窃听录音。妈，你都得艾滋了，还能活多久呢？你一辈子害了那么多人，这算不算你的报应？要不是你，我们都不会现在这个样子。妈，如果你治好了还要住重症监护室，手术加住院，你要花我多少钱啊？你还要拖累我多久？你就不能直接一了百了走吗？小姑子发抖的声音传来，哥，我们真的要送妈走吗？要不然你养她。不，我不养，我现在这样都是拜她所赐。妈，你记得你每年都会买的保险吗？10万，我和小妹一人5万，你不是最爱付出吗？这就算你最后的付出了。妈，对不起，但是你真的是一个累赘。随后，就是心电图机刺耳的警报声。他的儿女亲手拔了他的氧气罩，和上辈子我儿子死因一样的肺部感染。这辈子他依然想要故技重施，结果他的阴毒手段害了他自己，活该。而我的目标还没达到，我缺的正是这个录音证据。婆婆死后1个月，兄妹俩拿到了保险金，正在他们洋洋得意之时，我将正式向法院起诉他们。我起诉离婚，我在法庭大声说出我的要求。老公站在被告席上，脸色涨红。可以离婚，但我要孩子的抚养权。不可能，你凭什么？你一身的病，还挂着尿袋，没有稳定收入，有什么能力抚养孩子？孩子都是爸爸的，你能喂养他吗？
你有能力吗？他噎了一下，诺儿大叫，孩子都是跟爸爸姓的，跟谁姓就是谁的孩子，抚养权就该归谁。我微微一笑，拿出户口本，不好意思，孩子跟我姓，他姓刘，况且你凭什么养他？靠你妈的保险金，5万。他看着我的眼神恶毒，仿佛要吃掉我。他咬着牙道，我不行，还有我妹妹，她能帮我养？笑死了人。他妹妹癌症中晚期，自顾不暇，有钱有闲当然是治自己的病了，更别说他自己还有2个孩子，能费精力帮哥哥养侄子，他怕不是从小被惯的不知天高地厚了吧？他比我想的更不知世事，居然直接申请打电话给他妹。他妹连挂了他5个电话，最后接起就是咬牙低吼，不是说了分完保险金就再也不联系了吗？还打电话来干什么？小妹，我在法庭上。那边顿时安静了。小妹，你愿不愿意帮我养我儿子？那边传来剧烈喘气声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真是有病。从小到大，你靠妈妈养着，现在妈妈死了，你居然想靠妹妹养你？你从小到大过得还不够舒心吗？我自己没有孩子吗？我为什么要帮你养？我癌症在身，你一身轻松，你这么不要脸的话都说得出来。你和刘敏抢孩子我不管，别牵扯我。我劝你，你要是养不起，你就别抢。那边情绪激动，过了一会，他调整好情绪，不好意思，我拒绝帮任何人养孩子。说完，啪的挂了。他悬浮于顽抗，我是男的。他举手大叫，世界上好东西都该给男的。法官，你也是男的，要帮男的。法官无语了。一旁陪审团内，多名女性咳出声。我猛然举起手里的录音，我有证据，证明他是杀人犯。他和其妹蓄意谋杀本该能救活的母亲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骗保。现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们，他妈不是自然死亡，你们被坑了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，事件性质一下子升级了，只能调查再审。保险公司赔了10万，天天上门闹，全社区都知道我被欺负，都心疼我。我一边装惨，一边积极配合取证。最后，他们调出了医院的监控，只见床上的人还醒着，面前的儿子女儿却摸上了他的氧气罩。他抬起手握住他的胳膊，想要唤醒他们的良知，可最后还是在无尽的泪水和绝望中失去了氧气。心电图归一，情况属实。远景法院很快行动，抓了他们兄妹俩，一起入狱，享受他们的福报了。我也顺利离婚，拿到了孩子的抚养权。这一世，我终于保护了我和孩子，以后我会陪他一起健康快乐长大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